蓝色空间号，sorry，我那个自然选择号和蓝色空间号，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办法猜测对方到底是好意还是歹意，同时双方的资源又是有限的，然后两个飞船都想保障自己能够活得更长久，能够逃亡到一个可能可以让人类生存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母星可回了，都回不了地球了，都被地球视为叛徒，还不知道视为啥。所以呢，这两个因为地球已经被那时候被三体人占领了，不好意思，就是这两艘飞船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并没有结盟，而是在这个时候开展了三体中最黑暗的一幕，就是两个飞船互相意识到了对方可能对自己有恶意的那一瞬间，向对方发出了攻击。然后其中一个飞船可能早了0.1秒吧，还是早了几秒，那个飞船就活下来，另一个飞船全军覆没。然后最黑暗的是，那一艘存活下去的飞船把那艘废掉的飞船的所有的资源拿来了，因为它可以活得更久嘛，它的目的就是这样，把所有的资源都拿来了的同时，还把上面的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食物，所以这个故事真的，三体真的不适合小朋友看。这个故事就是用来印证这个猜疑链，就是并不是因为你善良，你就一定要把对方也想象成善良，这跟你善不善良没有关系，因为对方未必想合作，所以这个黑暗森林的逻辑就是从猜疑链中得出，当一个文明发现了另一个文明，它只能对它实施打击，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善意还是恶意，所以你一定要先预计它是恶意，不然大概率你就，因为当对方也会认为你是恶意，你没有办法向他证明你是善意，那你就只能先当坏人。所以总结起来，黑暗森林理论呢，就是让你知道我的存在和让你继续存在下去，对我来说都是危险的。所以说，要么隐藏自己，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在宇宙中；要么一旦被发现了，就要把发现你的那个人干掉。这个所以非常黑暗啊，黑暗森林。我第一次读这个黑暗森林的理论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哇，好新奇啊！整个小说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理论去写的。宇宙中如此黑暗，我们互相残杀，然后都在写我该如何隐蔽自己，如何向宇宙散发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向外界释放信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整篇小说写这个，我觉得很酷。然后他也解释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德雷克公式，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发现外星人呢？因为外星人都不是傻子，他们可能因为这个黑暗森林的这个理论，就是我一旦被发现了，我可能被干掉，而隐藏自己，不来找你，或者这个时候他已经接收到了你的信号了，就是地球发出去的那些三体的信号，发出去的那些旅行者1号上的那些纯金的那个光碟光盘呢，在唱着那些什么蝴蝶夫人之类的歌剧的那个光盘，有多少种声音录着你好哈喽阿罗哈的那些问候的光盘，可能外星人已经收到了，但是他们即将到来的对人类的打击正在路上。这个就是三体的一个核心设定。我当时觉得很酷，仿佛惊为天人。但是后来我读了一些社会学著作，我发现其实呢，这个也是有出处的。可能我讲的这个，我不知道小朋友能不能听得懂啊。霍布斯呢是一个英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当时欧洲也是处于一个列强林立，就是不是列强林立，小国林立，他们之间互相打仗，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涌现出了大量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去研究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生活在一起。那霍布斯就是
其中之一。因为人类常年在一个斗争和纷乱中，就是欧洲当年的那个情况，16、17世纪的那个情况，所以他自然的会想到，为什么大家总是打来打去啊？比如英法百年战争啊，这种各种战争啊，死伤无数。那他会发现有这样的几个观察：第一是自然让人们在身体和智力上是平等的，就是我们生下来生而平等的。有些人可能不认同我的观点，但是我觉得至少是大致平等的。一个成年人的体力和另一个成年人的体力，可能会略有差异，但是我觉得差不到2个，就等于说2打1，你还是一定会打赢的。1打1可能略有胜负，但是这个差异不会特别大。你不可能有一个人像吕布一样可以以1敌100啊，那种是非常少的，所以是平等的。智力呢，其实也是平等的。那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特长，有人擅长数学，有人擅长英语，但是总体下来各有所长嘛，你不能说到一种完全不匹配的地步。那既然每个人的天生的智力和身体的客观条件是大致平等的，我们的能力是平等的，所以我自然就产生了我想争取平等的目的和希望。我会觉得每个人都一样，我没有比你少胳膊少腿啊，我为啥要听你的呢？对吧？你也不能打得过我很多嘛，那我就跟你是一模一样。就是像古人可能原始人狩猎的那些人会觉得，那今天去打猎，没有我，你也没有办法打到这头羊。那为什么羊腿一定要给你呢？大块的一定要给你呢？小块的给我呢？我应该跟你一人一半呀，就产生了自然而然产生了这种想法，平等的想法。然后还有一个推论，这也很好理解。如果2个人都想同时得到一个事物，但是又不能共同享有，那他们就会变成仇敌。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想努力的消灭和征服对方。比如说我跟你去打猎，羊腿有4个啊，好吧，羊腿有4个，假如有5个人争4个羊腿，或者说吧，我不说羊腿了，我说什么？我说啥只有一个呢？就比如说羊的哪个部分只有一个？啊，羊为什么会叫羊头？又没什么好吃的。羊肉。牛舌。之类的，反正我对，就是我要，比如说我们2个去猎了一头猪，我要吃猪脑啊。四川人，假设是一个四川的原始人，2个人都要去抢那个猪脑，那这就得打起来啊，对吧？凭啥给你不给我呢？那以及可能我们2个能聊一下，就是说，那我们未来继续合作，这次给你，下次给我。但是凭什么这次是给你，下次是给我呢？为什么不是这次给我，下次给你呢？一定是不平等的，所以就会引起冲突。所以说，人类相聚在一起，天生的都是想毁灭和征服对方，这是霍布斯的理论，不是我的理论。那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呢，我们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呢，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是竞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羊腿、猪脑是一个例子。那可能大家每天生活中、工作中会遇到的，全班第1名是不是也只有一个？对啊，升职加薪的名额常常也是只有一个。那这些都是需要竞争的。那有了竞争就会有猜疑嘛，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班里的同学经常在考试之前会说一句话：我一点都没有复习。那这个就一定是假的，因为他在骗你，这个就是猜疑链，就是互相在欺骗。我没复习，我也没复习，但其实都复习了。这是猜疑。再次就是荣誉。荣誉可能因为霍布斯是一个英国人啊，他们可能会比较经常提这些荣誉吧。如果荣誉在我看来对中国人来说就是面子
啊，面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冲突的一个原因。所以就是竞争、猜疑和荣誉导致了人和人之间时常产生冲突。而在一个没有共同权利使众人敬畏的时代，人往往处于战争状态。这个其实我也是认同的。如果是在原始社会中，一个部族它没有头领，那一定会发生巨大的战争，就是打架嘛，打赢的那个当头领嘛，或者说你抢我的羊腿，我抢你的羊腿嘛，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因为霍布斯的这个自然状态理论非常黑暗啊，他认为在一个没有公共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时空中，一定会沦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就是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人来管，那大家就会互相乱斗，极为混乱。这也是为什么后面他推出了那个利维坦，就是他认为每个人需要把自己的权利的一部分让渡出来给利维坦。利维坦就是那个圣经故事中的一个海怪，在他这里指代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吧，就是你把它让渡给他，公权力让渡他。比如说你可能会牺牲掉自己的一些自由啊，比如说我养狗的，我就要牺牲掉我不能够遛狗不拴绳，对吧？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如果我不拴绳的话，那其他怕狗的人他不就会害怕吗？所以说包括我在路上如果见到一个人非常不顺眼，我也不可以打他，因为这一部分的权利也是被让渡出来了给公权力的，就是我要牺牲自己的一些自由的。就这些自由，其实理论上我应该拥有做一切的自由啊。我看一个人不顺眼，应该是可以打他的，但是在霍布斯的理论中，如果每个人都保留这一部分的自由，那么由于我们的竞争、猜疑和荣誉导致我们的冲突，那这个世界将变得无比混乱。其实大家感觉到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和黑暗森林非常非常像，就是几条推论，资源有限，然后大家水平又差不多，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社会发展的速度，经济就这个那叫什么科技发展的速度和加速度又不是绝对的，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导致大家大乱斗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从零落入强食。那么在科幻小说中，如果我们构建一个宇宙社会学，真的会是这样吗？会陷入我刚刚说的那种，无论说是三体中的黑暗森林理论，还是霍布斯刚刚说的那个自然状态理论，它真的会是这样吗？其实我在读完三体之后啊，我经常上论坛还有上贴吧跟大家讨论就作为一个三迷三学家跟大家讨论三体的时候，会发现大家现在去探讨很多外星人的问题的时候，马上下面人就会有人留言就是我今天穿 T 恤的这句话，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就是应该隐藏自己。这个是三体中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大家知道吗？第几部的？第一部是第一部的，就是叶文洁向三体星发去了那个信号之后，发去了那一条人类已经没药救了，三体人赶紧来把我们收拾一下吧。这一条信号之后，他马上收到了三体的回信，就是一开始就3句话，不要回答。因为接收到叶文洁信号的三体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少见的茫茫宇宙中的和平主义者，在三体人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变态。所以这样的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发了一个这样非常离经叛道的话，就是希望叶文洁能够保护好地球，不要回答，这样子黑暗森林理论就可以保护人类不被三体星人发现，因为一旦被发现了，等待他的就是毁灭的
结局。那《三体》最后这个结局也实现了。对，那很多人会觉得《三体》中的这个黑暗森林理论是惊为天人的，但是在科幻小说，其他的科幻小说中，或者说我们脑洞再开的大一点，构架的这些宇宙社会学，真的全都是这样吗？真的只有可能我们遇到一个外星人，由于猜疑链，由于这种囚徒困境，我不知道他是好是坏，所以我一定要假设他是一个坏人。这一定是100%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思考啊，一些思想实验。第一，每种生命需求的生存资料真的是一样的吗？我们可能我不知道现在的教科书上是怎么写的。我小的时候学，教科书上说什么你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生物，它有几大要点，然后生命不可离开的是什么？然后植物不可离开的是什么？土壤、空气、水，就是这种非常具象化的这种答案。比如说水，我们觉得生命不可以离开水，但是真的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的吗？什么甲烷？对，是，其实真的不一定。水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溶剂有了这种溶剂，就是三点水的溶溶液的溶剂，有了这种溶剂，我们知道你的体内或者是生物的体内有大量的化学反应，因为你需要呼吸，你需要去从呼吸的这个反应中获得能量，那这些所有的能量都需要从这种化学反应中分解一些物质或者合成一些物质得来。那你要去做这些反应的时候，一定要在某种溶剂里，你不可以两个干巴巴的，对吧？它在一块反应不了，所以要在水里面反应。就大家上化学课都知道，应该搅在一个溶液里面。那所以水是需要的，但是刚刚那位同学也说的是甲烷嘛？那对啊，有没有可能其他的物质充当这种溶剂呢？这是一种解法。第二种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通过分解某些有机物，或者说是通过光合作用，来从无机环境中获取能量的方式，是生命的唯一获取能量的方式吗？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吧。泰德·江是另一位也是非常著名的科幻作家，他都是写比较短的短篇，他的一部他也有长篇了，就他有一个长篇有一个中篇吧，叫《弥生的故事》，后来改成了电影，叫做《降临》，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他写了一个短篇叫做《呼吸》，然后《呼吸》呢这部小说就很有意思，他构想了一种生物，它并不是靠我们所熟知的这种光合作用分解有机物就是人类和植物这种非常常见的方式去外界获取能量，而是它是通过气流来获取能量。当气体通过这个生物体的内腔的时候，它的腔体里面有无数的小小的那种金属的活液，金属大家可以理解成齿轮或者说是那种液活液，就是它风一吹会带着这个生命去转，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像风车一样，它获取了能量它有了思考的能力，它在这个星球上就有了这个存在文明的可能，他们聚集在一起，有了自己的文化。同时我自己也写过一个小说，叫做向上的风。那个小说呢，也有一点借鉴了这个泰德·江的呼吸，
我也是写了一种生物。那这个生物呢，它生活在一个气态星球上，它不是生活在陆地上，像我们生活在地球上一样，它生活在一个气态星球上。那它的一生都是一个下坠的过程，等于说它的能量是来自于重力势能，就是它从这颗气态星球的最外面往中间坠落，这是它一辈子的过程。等坠落到可能中心，或者坠落到压强比较大的地方，它就死掉了。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它的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它会重力势能会转化为它往下走的这个动能嘛。但是它又同时是在一个气态的星球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风从它的身体的下方的一个洞里面就钻进去了，会把它身体中的所有的也是类似于活液这样的一个机构全部打通，再从脑里面，再从头上，或者说它上面的某个器官里面再出去。等于说这个构成了这个循环之后，它从中获得了能量，就是风给它的能量。但其实这个能量是来源于重力势能。然后这颗星球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有外面轻的东西慢慢再会往中间，因为我刚刚说了，所有的生命都是在往中间坠落的，往这个星球的中心坠落的，所以未来就会导致这颗星球重的东西都在中间，轻的东西都在外面，会实现分层。那直到分层的那一天，这颗星球就再也没有了活力，因为它分层了嘛，就跟鸡尾酒一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它不存在的这种降层，怎么说，就是浮和沉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个星球就完蛋啊！这是我写的一篇科幻小说。那这些都是不需要靠化学的，它靠重力，靠风都是可以生成资料的一种啊。罗伯特·福尔德的《龙蛋》啊，这也是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讲的是有一颗星球叫龙蛋星。那这颗星球上有一种文明叫这个文明的名字我有点忘了，不好意思，我真的是昨天晚上睡太少了，做 PPT 的时候睡太少了。那这颗星球上所有的生物呢，它是一颗非常旋转非常快的中子星。大家知道中子星是什么吗？知道啊，中子星就是质量是太阳多少倍以上，对不起，我又往以上的这个恒星，当它把体内的所有的氢的这种元素给聚变完了之后，它就会坍缩到这个叫原子简并力，就是因为当它坍缩的时候，往里面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它不再有那个核聚变的能量将物质往外推了，所以它就是因为核聚变停止了嘛，轻的东西都已经反应完了，重的反应不动了，一下子往下一坍缩，然后这个坍缩的力甚至大于了应该是原子简并力，所以说所有的原子都紧紧的贴在了一起。我应该没有电子简并力，完了，反正某一种简并力吧，让电子简并力是吧？对 ，sorry， 还好你提醒我，听科幻作家讲科普是一定要考证，它所有的原子都紧紧的贴在了一起。那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个相当致密的星球，也是非常小的一个星球。它可能不如黑洞的引力那么大，但是它也是一种世界上无法去称量、无法去计量，我们人类也造不出来的一种非常致密的物质啊。总之，龙蛋星球上的所有的生物就生活在这样的一颗中子星上，然后他们就靠这种辐射来获得生存的能量。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吧。都推荐大家看一下这两篇，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是想说，每一种生命需求的生存资料未必是一样的。如果大家生存资料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刚才说的
前面这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基本保持不变。那我需要的东西跟你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那又有什么所谓我们一定要把对方给消灭呢？因为可能你要的是羊腿，但是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对，这个是思考一啊。然后思考二，无限远的星际间距离将会给宇宙社会学带来怎么样的变量？大家都说距离产生美啊，但是当这个距离大到一定程度，其实距离某种程度上就和时间有关了。我这个也只是一个脑洞而已啊。我曾经写过一篇科幻小说，叫做《地球无应答》。那个是我也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写的，所以说可能现在看起来比较稚嫩，但是它里面就有一个设定，我自己觉得这个设定还是比较巧妙的啊。王婆卖瓜一下，就是说，人类隔一段时间会向宇宙中发出一个飞行器，可能一开始我们说的是旅行者1号，但是它飞的是非常慢的，对吧？它飞的是非常慢的，但是往后可能10年之后，它又发了一个某种飞行器，飞行器 B， 然后10年之后又发了一个飞行器 C。它发的这些飞行器虽然出发的时间是晚的，但它的速度可能数倍于前面的飞行器。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追击问题啊，一定是发的越晚的飞行器飞得越快嘛，对吧？所以一定是起步越晚的这个人，或者起步就是出发越晚的车子，反而可能最先到达目的地，因为科技在发展，飞行器的速度在增加。所以说，在无限远的星际间距离中，我们未必要先出去打别人，我们可以先在地球或者先在自己的这一片空间，这一片有限的距离中经营好，把科技发展到足够的阶段，再出去可能会先到。当然这也只是一个脑洞啊，这个带来怎样的变量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往往我们在考虑距离足够大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先走的那一批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会跟最后走的那一批相遇到，追击问题。但是先走的人已经走了无限的时间了，已经足够久了，他可能反而跟后面走的人之间产生了隔离了，他们可能并不是一条心了。可能这两个，就比如说30年前离开地球的人，他们坐了一个很慢的飞船，那我今天离开地球又坐了一个飞船，那个飞船比较快，当我们相遇的时候，可能我们之间会产生纷争，甚至我们之间会为一些具体的资源进行抢夺，这也是有可能的。人工智能又将在宇宙社会学甚至是人类社会学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这2年很多的论坛啊，很多的这种讲座啊，只要请到科幻作家，一定会问人工智能。确实，因为人工智能现在真的是一个让我们无法避开的问题啊！我不知道，所以我会觉得人工智能其实是会革命一波我们的教育，革命一波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甚至我会觉得说5年之后，作家这个行业是否还会存在？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因为我发现在很多时候，我给到一个提纲给到人工智能，它写的东西已经相当好了。包括我今年，这题外话，我今年参加了深圳的那个晨星奖，我是评委，我去看那个他们的短片，然后有20多个短片，我自己先看了一遍啊，我自己先一篇一篇真的都去看了一遍。那其实这种文章呢，如果不是那种水平特别，就是那种明显是老师从学校中
搞出来的那种稿子，只要不是这种，是那种正儿八经想要成为作者去投稿的这种比赛，是会有一些相当不错的稿子，而这些稿子也会明显的比其他的稿子强，就真的是高下有判的，不是见仁见智的这件事情。我知道我是这么觉得，然后我就给这些小说评了个1、2、3嘛。然后呢，我又把这20多篇稿子全部喂给了 GPT， 就 ChatGPT。我说我现在是某某某某奖评委，你帮我评一下这20多篇，你觉得哪个好，哪个第一？他跟我的评分几乎一样，他选出来这个第一名跟我选出来第一名是同一个。第2、3名可能跟我有一点伯仲之间吧，我跟他还争论了一下。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已经有了一个文学审美了，我觉得已经有，至少跟我是一样的了。他已经会读了，一定是会读了。我说请问为什么你评出来的这第一篇好？他说这一篇断崖领先于其他篇。我说我天，你跟我想法完全一样。你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一篇他给予了宏大的这个科幻的世界观的同时，它的逻辑又非常清晰，又给予了非常清晰的这种细节。它跟其他篇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的篇目是注重于这种人物的刻画，这种什么情感，是这一篇是给点子的，给世界观的，非常牛。我觉得他的想法跟我完全一样，那我就会觉得作为一个评委，我其实已经可以90%被替代掉了。那你会读，接下来一定就会写嘛？所有的读者都知道，读的下一步就是写。那我觉得他已经读得那么好了，我觉得就5年到10年的时间了，马上就会写的也跟人类一样好，已经读得跟人类一样好。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教育可能会有很大的改革吧，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改革。但真的很羡慕那些年龄比我大了10几20岁的科幻作家，因为他们的黄金时代是没有 GPT 来骚扰他们的，我们这一代就不一样。对啊，人工智能。话说回来啊，人工智能又将在宇宙社会学乃至人类社会学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我去年参加了一个比赛，叫蒙面，科幻世界办的，叫蒙面写手，就是找了10几个科幻作家，然后把大家的名字都糊上，就是看不到名字，就是闭卷考试。然后让每个人写文章，就是给定一个主题，写一篇文章。然后我得了第一名，就是胡耀明夸的。我这个实在是优越感太强了。然后我就写了一篇小说。因为我分到的题目是历史的史，就是然后我要以这个史为名写一个科幻小说。但总之不重要。我在这个小说中里面构架了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我说人类文明其实不是那么单一的。我们总说人类是碳基文明嘛，因为我们身上都是有机物都是碳元素有机物。那我们又说电脑是硅基文明，因为硅就是硅谷嘛，芯片嘛，晶片需要这个东西，二氧化硅。我说人类文明其实就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构建了一个叫做碳硅2项文明，就是它是碳硅2合一的。怎么说呢？就是人类这个文明，其实我们不是土生土长在地球上的，我们是从外星来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文明跟蒲公英非常像，就是当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从一个星系到另一个星系之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只能通过硅来运输，就是通过无机的东西来运输。你可以理解成旅行者1号可以这种无人驾驶的，或者说是不需要你去考虑一个宇航员吃喝拉撒睡，考虑它营养均衡的，我就给一个飞行器，给它一点能量，它可以飞很久很久。比如说旅行者1号，它就是这样的。那我只要把这个无机的飞行器上面带一点点氨基酸，
或者说是带一点点所谓的生命的种子，一起飞到某一个地点，飞过去了之后播种，就是在海洋中播种，然后我这个飞行器就废掉了，废了就拉倒，就，因为它有长时间运输的能力，但是它已经没有能力在那个新的星球上生存了。它播种完之后，就是把这些氨基酸放到海洋里之后，它就废了。废完之后，这些氨基酸自然而然的会在这个海洋或者说在这片星球上生根发芽，发展出什么样的文明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它是碳基的。然后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后，它发展出了文明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又会开始传计算机，就是开始有某一个科学家发现了啊，有电啊，有可能富兰克林又开始搞一个风筝在天上飞，然后可能特斯拉又在那里做实验，自然而然的会去传一个计算机出来，他又会找到自己用硅基的方式、无机的方式去，就是人工智能的方式去把这个社会更加迭代一步。到了这个时候，它就像蒲公英，从一颗种子又长大，然后又开花，那些硅基的飞行器又变成了它的那些蒲公英上的那些降落伞，又再飞出去啊！我就在这个故事中构建了一个这样的文明，就是人工智能它未必会是一个人类的对立面，它可能是我们探索宇宙的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因为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我们不必拘泥于自己用肉身再去什么阿波罗几号再去探索月球，让人去那儿站着，火星需要人去那儿。大概率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载体会比我们做得更好、更精细，而且更粗糙、更没那么娇气。你也没有道德风险，如果它在途中飞行器爆炸啊，或者说回不来了，你也不用承担可能很高的返程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是我们向外扩张的方式。我们不必把真的一模一样的肉体运出去啊，只要把种子和希望运出去就好了。那可能这也是一个未来宇宙社会学的一个解法。所以说，这个得出我的答案啊，合作会不会是宇宙社会学中更高级的一种共存方式？我们和硅基生命之间的合作，或者说我们和这种我指的硅基生命就是人工智能啊，我们跟这种另一种不同存在形态的生命的合作，就比如说某一种用核能的生物、外星生物，或者说某一种利用重力势能生存的外星生物，那可能我们跟他们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这种能源的抢夺，可能我跟他们的存在形态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和就是大家老说人工智能觉醒要把人类毁灭什么的，我觉得这种主题就是非常，在我看来非常的自恋啊，因为只有人类崛起才会把人类毁灭，人工智能崛起是不会毁灭人类的，因为它根本不抢夺任何东西啊，它也不吃肉，它的电就是理论上是无限的，所以可能我觉得他去做的那些杀戮的事情啊，或者是做的那些想要和人类谈恋爱的事情啊，我觉得都不太会成立。所以说，更多的时候合作，或者说是一种并存的关系吧，会不会是宇宙社会学，或者说是我们现实社会学的一种更高级的一种共存方式啊？我也非常期待这一点。然后最后打个广告啊，这是我的新书。